上回说到，开学第一天，阿娘就暴揍了德斯蒙4次，被记1雷，还差7雷就将被勒令退学。一家子今后的学院生活怕是要不好过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劳埃德一如既往的做好了美味的早餐，鱼儿打着哈欠从房里走了出来，而阿尼亚则躲在拐角，一脸难为情的不敢面对劳埃德。是因为昨天的事还在自责吗？阿尼亚，我没有生气，快过来吃饭了。听到父亲的话，阿娘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。用餐的时候，也对黑着脸表示，阿娘在学校表现好差，害得一旁的鱼儿也自责了起来。毕竟都是他家的绝招，纠结于过去的事没有意义，只要今后注意，不要再和人引起冲突就好了。劳埃德温柔型的教诲让阿娘心情好多了，收拾东西就准备去上学了。其实3个人里，劳埃德才是最苦恼的，但本着任务还要继续，再纠结过去的事，要是让阿娘因此讨厌去上学，那才是真的大问题。街边上，阿娘在父母的注视下乘上了学院的校车。在出发前，劳埃德还是给阿娘交代了一个任务，让她到学校和达米安同学好好道歉。阿娘点了点头，便随着校车前往了学校。目送着远去的校车，劳埃德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阿娘身上，能不能缓和和次子的关系，就只能看他自己了。毕竟他们俩的和好可是间接关乎着世界和平啊。刚到校门口的阿娘给自己加了个油，她一定会完成任务，保护世界和平的。就在此刻，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了阿娘身边，在管家打开车门后，是贝基走了下来。看着和他热情打招呼的贝基，阿娘是一脸崇拜。电视里的千金大小姐就是这样的吧？去教室的路上，阿娘还不停地问贝基，大小姐都是怎么生活的？是不是都住在城堡里啊？两人闲聊间，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次子和小瘦小胖。贝基一想到昨个的事就觉得恶心，3人组看到阿娘也是一脸的不爽，于是两帮人还没到教室就对峙了起来。但阿娘可是有任务在身的，结结巴巴的就要向达米安道歉，可话刚出口就被贝基给拖走了，表示和那家伙讲话只会变笨而已。阿娘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和平离自己越来越远。而发生在校门口的这一幕，全都被屋顶的劳埃德看在眼里，说是全靠阿娘，但他还是不放心的跟了过来。眼看着计划就要被贝基打乱，他突然想起贝基家好像和德斯蒙是商业合作的关系，难道说那丫头是地方反间谍部门安排来妨碍我方作战的吗？刚想到这儿，劳埃德就知道自己又心急了，这种荒唐的事怎么可能？总之不管怎样，开学这2天是校内小团体组成的关键时候，一定要让阿娘和达米安和好才行。而此刻在教室里，贝基和阿娘左看右看，别说是小团体了，根本就没人愿意靠近他们。大多同学都挤在后2排，尤其是达米安3人组更是离得最远。原因自然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了昨个阿娘打人的事件。阿娘不自觉地偷听身后人的心声，发现全都是些咒骂她的话。竟然跟这种人在一个班里，真可怕！要是被他杀了可怎么办呀？这种人就不该来上学，发型好丑啊，怎么不去死啊？听得阿娘是越来越觉得学校好可怕呀。但唯独知道真相的贝基嘲讽那些人士只会看表面的肤浅之人，并表示他好想和阿娘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呢，因为只有他才真正了解阿娘的好。这番话让头晕脑胀的阿娘小脸一红，又突然觉得虽然学校生活可怕，但也并不是不能接受。自从昨个事情发生后，贝基就将阿娘视为了最好的朋友，当然除了朋友也有了仇敌。这时任课老师走了进来，开始课前的点名，就连老师在念到达米安的名字时，心里都默默记住了这是总裁的儿子。没错，从小出身名门的达米安从来没有遭到过违逆，就连他哥都没打过他，但昨天竟然被这家伙一拳给打哭了，他还是头一次体会到那种滋味，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阿娘突然转过头来，达米安赶紧别过头去，不敢看他，但已经听到了他心声的阿娘只觉得任务是越来越难办了。随着老师的讲课，时间转瞬即逝，在阿娘正做着美梦时，下课铃终于响了。贝基将阿娘摇醒，告诉她下堂课得换教室了。上完课的老师看着阿娘的样子是一脸害怕，这种第一天上课就打瞌睡的不良学生可真是可怕呢。刚睡醒还迷糊的阿娘就在人群里寻找着达米安的身影，喃喃道：为了世界和平，阿娘一定要去和次子道歉。被贝基听到后，让他别去管那个坏家伙了。说罢便一把抱着阿娘，笑着表示不管怎样，他贝基都是阿娘的同伴，一定会保护阿娘的。阿娘再次被感动到了，那既然这样，次子那边就算了吧。阿娘的泄气话正好就被装作保洁大叔的劳埃德听见了，可不能这么轻易放弃阿娘，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将任务的必要性告诉阿娘。其实都不用告诉的，因为阿娘已经听到了。于是不知情的劳埃德开始了周密的计划，在阿娘户外课上用太阳光反射到地上形成投影，信息是乖孩子占卜，今日一道歉。在语文课上，阿娘的课本也和其他人不太一样，全都是有着明显粘贴痕迹的道歉小故事，甚至午饭的时候，走在前面的同学背后都贴着快去道歉的字样。午餐料理也被精心布置了道歉字符的酱汁。阿娘突然觉得压力好大，于是趁吃饭这会儿，他叫住了达米安，就准备去道歉。见一旁的贝基眼看着又要坏事，假扮成新来的食堂服务生的劳埃德见机行事，用广播通知贝基到学生礼堂去一趟。虽然还在吃饭，但校领导都发话了，肯定是有急事。贝基赶紧赶了过去，终于是给阿娘找着机会了。阿娘探出个小脑袋看着达米安，可还没开口就被小瘦和小胖臭骂了一顿。难道又是想来打架吗？达米安让他们闭嘴，看样子是想要亲自来训斥阿娘。两人四目相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达米安都没开得了口，总感觉只要这家伙出现在面前，他就胸口闷闷的，说不出话来。
看着恶狠狠盯着自己又不开口的次子，阿娘心想还是赶紧到完前跑路吧，总觉得有股莫名的寒意。那个阿尼亚，话刚说到一半，就听见了小树小胖的心声：这个小矮子，暴力不清醒，卑鄙小人，远近跟个臭水沟一样，腿也短，嘴巴臭的穷鬼。一字一句都仿佛尖刀一般扎在阿娘身上，一瞬间道歉的话脱口而出。突然打了你非常对不起，阿娘其实是想和你成为好朋友的。话一出口，阿娘已经哭得梨花带雨，那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疼。更别说这几个毛头小子了，被阿娘整的是小脸一红，大面只觉得心跳的加快了，心想着这家伙竟然道歉，哭成这样，也太令人怜惜了吧。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老父亲也终于放下心来，阿娘可算是靠谱了一次。大面被狗腿子问到脸怎么这么红，只能尴尬的表示这是气红的，说着就要向他们证明他绝不会这么轻易原谅这家伙。可回头看见正萌萌哒盯着他看的阿尼亚，他心里又咯噔了一下。去你丫的咯噔，他才不会对这种普通女人产生特别的情感。大面的本能告诉他，绝不能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发生，就算是有，他死也不会承认的。于是大面嘴里喊着绝不原谅，就慌张的跑走了。令狗腿子更佩服了，不愧是达米安大人，绝不会被女人的眼泪所动摇。所以他们今天就放这家伙一马。乐爱德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看次子那完全拒绝和好的模样，方案 B 再次破灭。阿尼亚也面如死灰，难道事情又被自己搞砸了吗？开学第2天进城，和大面的亲密度。而此刻被广播叫到礼堂的贝基正孤零零的叫喊着，究竟是谁把他叫过来的呀？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建立过家家任务9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阿尼亚不要缺席，约尔弟弟现身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那么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